在古代，皇室人员或者达官贵人死了以后都有很大的墓穴和众多的陪葬品，而且还有专门的护卫进行守护。可是普通人家的墓穴呢，大都就是一块墓碑，一堆黄土，一口棺材，一个已经逝去让活人无法忘怀的灵魂。这样的墓地难道就没有价值吗？就不需要人去守护吗？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既没有多姿多彩的人生经历，也没有光鲜亮丽的生活，伴随他们的只有一座又一座坟头，一个接一个的墓碑。他们就是守墓人。这是一个听起来就阴森恐怖的职业，他们日夜与看上去阴森恐怖的坟墓打交道，他们为成千上万座坟墓站岗放哨，他们守护着逝者的安宁与尊严。我们村里啊，陈木生就是一位守墓人。现年65岁的他，整整守了40年的墓园，直到前几年这才退下来，搬回到我们村子居住。周围的人听说啊，他之前是守墓地的，都对他敬而远之。我却对他的经历很是好奇。第一次见他，我就问了所有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那啥，你害怕吗？陈木生笑了笑，呵呵呵，这说不怕呀，那是假的。他告诉我呀，自从他在墓园工作，就有无数的人都问过他怕不怕。告诉你啊，尤其是刚开始晚上巡逻的时候啊，那一点动静都能吓得我心里发凉。这陈木生说啊，他白天并不觉得害怕，但是到了晚上，一个人在墓园里走，就会觉得阴森森的。然后呢，习惯就好了。这总需要有人干这份工作呀。陈木生倒是很看得开，让我不由得就对他的人生经历感到好奇。他却跟我说呀，祖祖辈辈的守墓人都和他一样，默默无闻，被人误解，甚至孤独终老。这陈木生也不是刚开始就当这守墓人，年轻的时候他也是什么都干过，保安、搬运工、电焊工、货车司机，钱没挣下，倒是欠了一屁股债。这眼看着岁数渐长，父母也是很着急，干脆就让他回家，跟着他父亲去干击剑队去。那个时候啊，击剑队还是刚兴起，很多农村人都去干这个，赚的钱多呀，运气好还能带个老婆回来。陈木生跟着他父亲干了1个月，你实在坚持不下来了，就瞒着父亲跑回家里。在回去的路上，他看到大兴墓园招人的告示，上边有这么几个要求：第一，58周岁以下男性身体健康；第二，胆子要大；第三，耐得住寂寞。这大兴墓园本来其实就是孙家村的公墓，后来经过扩张改造，就成为一个对城乡开放的墓园。他看到这就想起来小时候家里后山上边就全是乱坟岗，农村耕地的时候也经常会铲出棺材。他跟小伙伴每次都会去拿着棺材里的人骨打架玩，甚至还拿出人的头骨上演滴血认亲的戏码。他就觉得吧，这墓地好像也没什么可怕的，就报了名。跟他一块报名的还有6个小伙子，他们也是觉得呀，这看守墓地的工作既稳定又轻松，他们那胆子也大，这才想着呀干这守墓人的活。然而实际上的工作内容跟他们的想法相差甚远。工作的第1天，这就把他们给累惨了。大兴墓园依山而建，面朝大海，风水特别好。当时墓穴有960座，其中一部分是之前孙家村的先人的墓穴，
剩下的就是其他村子和城里人的墓穴。那时候呀，这大兴墓园实行的还是土葬。要知道呀，在80年代以前的中国，土葬这才是更让人们接受的下葬方式。火葬在那个时代是不被认可的。这墓园里只有一个43岁的师傅孙怀忠，身形消瘦，不善言辞，给人一种死气沉沉的感觉。据说呀，他们祖孙3代都是孙家公墓的守墓人，他的父亲和爷爷就都埋在这座墓园中。墓地扩张之后，他还是坚持在这儿守着。以前他是有个搭档的，虽然跟他年纪差不多，也是孙家村的，可惜上个月得肝癌死了，所以啊，这才对外招人。这守墓可并不是看守墓地、打扫卫生这么简单。孙怀忠让他们干的第一个活就是抬着石板上山。这石板用处可大了，无论是修坟、刻石碑、做盖板，都得用上厚石板。那山虽然不是很陡，可是石板很重啊，一块石板轻则100-200斤，这重的多达300-400斤。那一个人是休想抬得动的，必须得2人一组，2步一滑的慢慢抬上去。有2个搭伙抬石板的年轻人就不小心滑倒，站起来骂骂咧咧的，拍拍屁股，这就走人了。又过了1天，还是抬石板这种繁重的工作，于是又有3个人受不了，选择离开。除了没地儿可去的陈木生，这就剩了一个叫李向阳的青年。到了晚上12点左右，孙怀忠让他俩结伴去巡视墓园，这是陈木生第一次夜间巡视，也是李向阳的最后一次。临行前啊，孙怀忠把他们叫到身前，严肃地说道：干了咱们这行啊，也得有咱们这行的忌讳。你们巡逻的时候，有几点可得记住了啊。第一，不能大声说话。这墓地是逝者沉睡之地，这样做呀会干扰阴灵，这是大不敬，会遭受阴灵的报复。第二，坟墓前的贡品不到天亮不能撤走，也不能自己拿走吃了，这已经是逝者的东西了，要是你拿回去吃了，也会被阴灵报复的。哦，当然，到了第2天就可以把这些贡品撤了。第三，巡逻的时候不管听着什么动静，都当是鸟叫。如果听到有人喊你们名字，可千万别答应，也不要走过去，就当是没发生过，这样对谁都好。孙怀忠这话呀，就让2人更紧张了。但是时间已到，他们必须得出发巡逻。那一晚，陈木生是记得很清楚。刚开始，他们还互相鼓励对方，说这墓地有啥可怕的，活人才可怕呢。但是没一会儿，他们就说不出话来。那是被吓的，因为那个时候墓地没有路灯，这2个人就只能拿着手电筒四处的照。风声、树叶的啸叫、凄厉的鸟鸣，都能让他们吓得直打哆嗦。这尤其是墓碑上那一张张照片，每次手电的光照过去，这陈木生都觉得他们在盯着自己，这就让他更加的惊恐了。然而更惊悚的还在后边。就在他们转过一道弯的时候，先是闻到一股臭鱼烂虾的味道。这2人再往前走，突然就看到前边半空中漂浮着数点青绿色的光芒，若隐若现，飘忽不定，就像鬼火一样。那陈木生当场吓得腿都抽筋了，动弹不得。这时李向阳率先反应过来，拉起他就跑，可是没想到那鬼火竟然追上来，紧跟着他们屁股后边。这让2人吓得是肝胆俱裂，
陈木生的腿抽筋一下就好了，连滚带爬的就跑回住处。到了门口，这一回头发现鬼火已经没了，俩人就把这事告诉孙怀忠。孙怀忠却说他们大惊小怪的，说这在墓地里边是很常见的事情。他告诉两人，这鬼火其实就是磷火，因为人的骨头含有磷元素，尸体腐烂之后经过变化就会产生磷化氢，磷化氢的燃点很低，可以自燃，而且这磷火很轻，走路的时候就会带动它在后边跟着你，你快它也快，你慢它也慢，你停下来它也停下来。要是回头一看确实挺吓人，所以那些胆小或者迷信的人就称之为鬼火。李向阳接受不了这种说法，在他看来，这种晚上出现的火，那就是鬼在作祟。于是第二天他就离开了。这偌大的墓园里就只剩下老师傅孙怀忠和陈木生两个人。陈木生这是刚入行，什么都不懂，就想拜孙怀忠为师。孙怀忠看出来这陈木生是个能耐得住寂寞的，就同意了。有一天师傅就告诉陈木生说明天有人要下葬，他们需要提前开穴。这墓穴它不是提前就挖好的，而是要在死者逝世之后才能进行，一般就是提前说好位置，下葬前一天这才会去开穴。一大早俩人就拿着工具上山了。陈木生看到师傅背着一些稻草和芝麻干，就想帮师傅，却被师傅摆手拒绝。这天气炎热两人走了1个小时就热得受不了了。在一块阴凉处休息时，陈木生就想着干脆在这儿挖算了，可是没想到刚一动镐头就被师傅制止。师傅告诉他这开穴可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就能开的，开穴很讲究，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山的走势，要在向阳坡面上开穴，切不可在北阴处开穴。因为这坟墓就是阴地，如果这个地方不见阳光，那么就会阴气过盛，如果选此地下葬，男丁必然稀少，与人忧郁。当然也不是说向阳处就都可以开穴，要根据家属的需要，提前计算好地方和时间，按部就班的进行。陈木生就跟着师傅走到一处高坡，就看到地上插着一根木棍，上边系着一段红绳。师傅指了指那儿，对着陈木生说道这就是提前定好的地方，是墓穴的中心，咱俩就需要往下挖7尺左右的深坑，长和宽呢都要大于棺木2尺，灵柩放进去最少得盖上4尺的土。说完就拿起镐头挖了起来。陈木生也是跟着动手，这土里沙粒众多，两人足足用了2个多小时这才挖好。墓穴挖好以后，师傅把稻草和芝麻杆全部扔进这穴里点燃。陈木生不明所以，以为师傅这是想烧干潮湿的泥土，就准备去捡一点树枝扔下去。可是师傅又制止了。这可不是烧土这是为了暖穴。经过了暖穴这埋在穴中的死者就能在温暖舒适的冥界里生活。那刚才烧的稻草就叫黄金，芝麻杆就叫白子杆，这都是有利子孙的。陈木生是大开眼界原来这开个穴还有这么多讲究第二天下葬的队伍到了，这师徒2人忙碌1天了，直到封碑之后才算结束。这墓园的活虽说是忙碌，但是只要专心干活，不需要跟人打交道，
这让陈木生乐在其中。干了1个多月，他终于是拿到第一份工资，85元。这在当时已经算是不错的收入了。要知道，之前开货车1个月也就能拿60块钱。陈木生对工资很是满意，他就抽空回了一趟家，跟母亲说了当守墓人这事儿。本以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能让母亲开心呢，却不料说完之后被大骂了一顿。守墓人这职业在当时还是被人看不起的职业，一般就是上了岁数的孤寡老人才会干这活。可是没想到陈木生这个20多的大小伙子也去干这个，这让母亲就无法接受啊！而且陈木生还没结婚呢，你说是干这种工作，这怎么可能有女孩子愿意嫁给他？陈木生好说歹说，这才让母亲接受这个事实。临走前，母亲叮嘱他常回来看看，要是遇到合适的女孩子了，就赶紧结婚。陈木生点头答应着。回到墓园，陈木生依旧是跟着师傅干着维持墓园的清洁、巡视墓园的工作。下葬和立碑这种累活反而不多，1个月也到不了10次。因为在那时候很多农村人都不会选择墓园，那大多就是山间林地里堆起一个个坟包而已，又不用花钱，还方便祭拜。只有那些城市里的人无处可葬，才会选择墓园里下葬。每到这时候，那都是师徒俩最忙碌的时候。墓园里下葬的尸体大多是家属自己送过来的，但是有一种却需要守墓人去接。1985年8月16号，正值盛夏，天气炎热，师傅一脸苦闷地告诉陈木生说他们要去嘉兴市的码头接热气货。这热气货不是说尸体是热的，而是天气热。热气货也是行内对死尸的引称。当年有很多乐清人背井离乡，去上海等地讨生活，他们客死异乡，亲属就希望归葬故里。于是呢，事先联系好守墓人，通过货船把尸体运到嘉兴轮船码头，然后守墓人摇着船橹到嘉兴轮船码头接货，再走水路把尸体带回墓园里安葬。这天冷倒是没什么，但是天气炎热就会让尸体加速腐烂发臭，这一路上那可就难熬了。身上沾染的尸体气味可是怎么都洗不掉的。老道的人一闻就知道他们这是干什么行业的。所以师傅就最讨厌接热尸了。最近的一次还是2年前，可是没想到这又有这种活了。师傅带着陈木生在仓库里边找到放置2年的木船，又在船上放了一个木质的棺材。这俩人就摇着木船慢慢的向嘉兴码头驶去。这一路上陈木生是又兴奋又害怕，这毕竟是他第一次接尸不由得就问这问那的。师傅也不愿意多说，只是吩咐他尽快的划船。3天之后，这师徒俩终于是赶到嘉兴码头，货船早就在码头等候多时了。看他们过来，从这货船里下来一对中年夫妻，看起来40、50岁的样子。这2人面容憔悴，眼窝深陷，一看就知道这是悲伤过度所致。中年男子走过来跟师傅打了个招呼，指了指货船。师傅点点头，率先爬上船，陈木生急忙就跟了上去。在船下的时候还好，闻不到什么味道，可是刚上船，陈木生差点被熏晕过去，那就是尸体开始腐烂发出的臭味。师傅也是被熏得剧烈咳嗽起来，但是还是忍着恶臭向那船舱里走去。只见这货船的船舱上放置着一块门板，上边放着一具尸体，
被黄缎覆盖，靠近头的一端盖得不是十分严实，露出一块漆黑的头顶，那似乎是个年轻人。这以前下葬的尸体啊，都是装在棺材里边，也看不到长什么样子。这一次这么近距离的接触尸体，让陈木生心生胆怯，这一时间不敢上前。师傅却习以为常，走过去就抬起木板的一端，那陈木生就只能硬着头皮上去抬另一边。本来以为会很吃力呢，可是没想到很轻易就抬了起来，这就让陈木生很惊诧。因为啊，他以前听说人死后那尸体会很重，可是这具怎么这么轻呢？陈木生忍不住低头看去，这黄缎覆盖下尸体的轮廓十分的清晰。陈木生虽然没见过别的尸体，但是这具尸体绝对可以用骨瘦如柴来形容。那1.8米左右的个子，抬起来也就是80-90斤的样子。陈木生甚至能看到一根根肋骨，这黄缎覆盖的那张脸也在布面上形成一个浅浅的轮廓。可以看出啊，这死者生前是多么的瘦弱。俩人把尸体抬到升降台上，又把尸体抬到运尸船上准备好的临时棺材里，这就可以出发了。师傅解开拴船的绳子，陈木生正准备划船离开，这时在一旁小声哭泣的中年女子突然冲了过来，死死地抓着船板，嘴里大声地叫着：不要走，我就你这一个儿子了，我的好儿子呀，这些年我和你爸从来没有怪过你，你这是何苦呀？丈夫赶紧就过来劝说，妻子还是不放手，崩溃的大哭起来。丈夫感同身后，两个人就抱头痛哭。在他们的哭泣中，陈木生知道了这具尸体啊，就是他们的大儿子李明华，年仅31岁，积劳成疾，在工地干活的时候猝死。然而呢，他还不光是因为工作劳累，还是因为找人给累的。他找的呀，那不是别人，正是小他6岁的弟弟。原来在李明华12岁那年，带着6岁弟弟出去玩，那时候呀，小孩都喜欢玩捉迷藏，李明华就和弟弟参与进去。但是弟弟跑得慢呀，每次都被抓住，还连累李明华。他就觉得吧，这弟弟太事儿了，就让他自个儿先回家。弟弟胆子小，抓着他的衣服不肯放手。他这玩的正兴起，哪管那么多呀，挣脱弟弟的手，这就跑开了。其实那个地方离他家就是2条街，走回去也就10分钟的路程。他从没想过那就是和弟弟的最后一面。等他玩尽兴了，回到家时，弟弟却没回来。父母知道这事儿的严重性啊，就召集亲戚朋友找了一夜，最终也是没有找到。第2天报警继续找，结果就连续找了1个多月，终于有点线索。有人看到和他弟弟一样穿着的小孩被一个女人抱上火车了，这给他们带来希望。父母那工作也不管了，常年就是在外边找儿子，把李明华托付给亲戚照看。李明华知道自己这是把弟弟弄丢了，特别的愧疚。亲人一样的眼神和同学的议论，这都让他无地自容。每次父母回来都是一脸失望，虽说是没有怪他，但是看到父母奔波劳累的样子，他这怎么忍受得了呢？后来他16岁就辍学，边打工边找弟弟的下落，这一找就是8年。8年之后啊，他就听人说在金华市看到一个学生和他长得很像，可能就是他弟弟。这让他欣喜若狂，和父母连夜就赶到金华，挨个学校打听，终于找到那个长得和他像的学生。但是呢，那却不是他弟弟。
这就让父母彻底的崩溃了。这么多年找下来，他们这身体已经是不行了，实在是找不动了。可是李明华没有放弃，他走南闯北，找遍大半个中国，哪里有消息他就去哪里，边打工边找。这找人可是要钱的，李明华为了多赚点钱，就总是挑那些最累的活干。高强度的工作加上找不到弟弟的绝望，让他身心俱疲。他那身体状况也是每况愈下，父母都劝他说不要找了，但是他觉得只有找到弟弟，让一家团聚，这才能让他弥补小时候的过错。就这样，他又独自找了7年之久，这身子终于是熬到极限，在一次工地搬砖的时候倒下了。父母闻讯赶来，悲痛不已。这没想到，不光小儿子没找到，大儿子也是撒手人寰。夫妻俩现在就一个心愿，那就是让儿子能回到家里，魂归故里。这陈木生感慨不已啊，觉得自己运送的这不光是一具尸体，更像是一个归家的灵魂。告别夫妻2人，师徒俩就划着船离开码头。这运尸船啊，就只能运送尸体，夫妻俩要自行回去墓园再会合。这回去的路就格外的漫长，尸体也是在不断的腐烂，招来了大批的苍蝇围在棺材板的四周，这让人头皮发麻。而且尸体那股臭味，就算是堵着鼻子也挡不住。陈木生这一路上不知道吐了多少次，啥也吃不进去，备受折磨。来的时候用了3天，可是这回去却足足走了5天。那一路上的船只都是远远的避开他们，这也让他们少了很多麻烦，顺利到达墓园。师傅通知那对夫妻说第2天就下葬了。此后师傅又带着陈木生出去接过几次的尸体，不过都是冷天接的，倒是能少遭不少罪。这转眼间啊，陈木生在大兴墓园也干了4、5年了，快30岁了，对象却是一直没着落。因为那时候这守墓人就是被人看清躲避的职业，就更别说讨老婆了。每次陈木生回到家里，那父母都是着急上火，也是托媒人介绍过不少女孩，但是只要听到他是干守墓的，那就都没了下文。没有办法呀，父母就只能花钱请人给陈木生介绍了个东北的老婆。陈木生生的是人高马大，收入在当时也算可以，对方也不计较这守墓的工作，很爽快，这就同意了。于是陈木生终于有了家庭，干起活来就更起劲儿了。慢慢的，时间到1992年，中国全面实行火葬，乐清的大部分墓园也都响应国家号召，不再接收土葬了。大兴墓园地处偏远，当地并不具备建立火葬场的条件，所以土葬还是主流。这一下子那城市里很多不想火葬的就专门找过来，这墓园里的活一下就多起来，师徒2人从早忙到晚也是干不完，于是只能又招进几个人来。这墓园几乎每天都有人下葬，忙的时候一天要下葬好几个。连番的忙碌让陈木生犯了一个大错，差点就毁了整个墓园的声誉。1992年10月18日，那师傅有事回家了，陈木生和新来的几个人连着安葬5人，那从早上6点一直忙到晚上11点，精疲力尽的。那天本该是轮到陈木生夜间巡逻，但是他们太累了，想着时间还没到呢，就想休息一会儿，可没想到这一觉竟然就睡到早上。哎呦，木生哥，别睡了，赶紧起来跟我走，墓地出事儿了。王一鸣急促的声音让陈木生一下惊醒，
他赶忙起来穿好衣服，还没等说话呢，就被王一鸣拉着向墓地跑去。陈木生本以为这是有什么野猫野狗跑进来偷吃贡品了，可是没想到这事儿的严重性远超他的想象。王一鸣带着陈木生就跑到一处前几天刚下葬的过世者的墓穴旁。这座墓穴陈木生记得清楚，安葬的是一名只有19岁的女孩，名叫张嘉欣，刚上大学，正是朝气蓬勃的年纪。可是不幸的是啊，刚入学没多久就因为贫血去医院检查，可是查出来的却是白血病。虽然治疗及时，但还是没能挺过去，家属悲痛欲绝，不想女儿被火化，这才来到大兴墓园安葬。当时他们都觉得可惜呀，这陈木生昨天还从山上摘了几朵菊花放在墓碑前。然而眼前这一幕让陈木生傻了眼，这墓碑前的贡品洒落一旁，昨天放上去的花也被踩了个稀碎。他就连忙跑到墓碑后边，只见这墓穴的封土全部被铲到一旁，盖板也被随意地扔在路上。这棺材虽然还在，但是从棺材板上弯曲的钢钉可以看出来，这棺材已经被人打开过了。而且从现场凌乱的脚印可以看出，这不止一个人来过，起码得有4、5个人。这就让陈木生觉得匪夷所思了。这现在又不是古代了，也没什么陪葬品，这挖开棺材能偷什么东西呢？但是不管是丢了什么，这可都是他工作上的失职啊，对于墓园来说也绝对是个大事儿。他不敢擅自查看丢了什么，就赶紧派人去通知师傅。没多久，师傅就急急忙忙地赶过来，看到这一幕，他也是吓了一跳，但是很快就冷静下来。陈木生知道自己这是犯了大错了，上前愧疚地说道：“哎呦，师傅，那都怪我昨天贪睡了，耽误巡逻了，那否则也不至于让人家偷了东西。”你以为这就是丢了陪葬品吗？算了，你自个儿打开棺材看看吧。这不用看我就知道，你把墓园最重要的东西给弄丢了。陈木生只能走上前去，小心翼翼地掀开棺材板，习惯性地屏住呼吸。他知道迎接他的将是尸体高度腐烂发出的恶臭，但是臭味并没袭来，反而有一股浓郁的清香味传出来。陈木生抬头看去，只见前几天他亲手下葬的尸体不翼而飞了。那替换尸体的是一个身穿红色新娘服的女性纸人，旁边还放着一个盘子，里边有着点燃过的香灰。这陈木生可是头一回见到这场面，忍不住扭头看向师傅。师傅摇摇头走过来，看了一眼棺材里边，叹了口气：“报警吧。”警察很快就到了，查证一番，把纸人当作物证带了回去。那个时候还没有监控，盗窃尸体这罪名也有些模糊，就可以说呀，这事儿就石沉大海了。又过了一天，逝者的家属带着一大帮的亲戚朋友找上门来，大闹墓园，就拦着别人也不让他们进墓园祭拜。那师傅带着陈木生几个都快给他们跪下了，还是没有得到家属的原谅。他们就只能向家属保证3天之内必定找回尸骨，这才平息家属的怒火。但是他们也放出了狠话了，3天之内要是找不着，这墓园就不用开了。虽说是答应了家属，可是陈木生的心里是一点底儿都没有。你警察都找不到，让他们上哪儿找去啊？师傅这时说话了：“咱们呢，答应了人家了，
也就必须得找着。不光是为了墓园，这也是为了咱的良心。你说说，咱这本来干的就是这守墓的活儿，家属们放心咱们，才把他们的亲人托付给咱们照看着。这回丢了尸骨了，虽然这是一件坏事儿，但是对你们来说也是一次好事儿，给你们长长记性，看以后还敢不敢这么懈怠了。众人赶忙称是，陈木生小心翼翼地说道：那啥师傅，让咱们守墓还行，找尸骨没经验啊，而且这尸骨被偷走之后干了什么咱都不知道啊，上哪儿找去啊？师傅叹了口气，缓缓说道：哎呦，当初啊，我看到棺材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们就是冲着这尸骨来的，尸骨被他们拿去配了阴婚了。陈木生大吃一惊，这长这么大呀，他从没听说过还能配阴婚的。你们还年轻啊，你不知道也正常。这阴婚虽然在咱们这边不流行，但是啊，在那山东山西那一带可是很盛行的。阴婚呢，那就是冥婚，意思就是给死去的人找配偶，跟他一块完婚，尤其是在偏远的农村里，要是有少男少女在订婚之后，没等喜结连理就因故离世了，这老一辈人都会认为，如果不替他们完婚的话，他们的魂魄就会变得不安，甚至会出来作怪，弄得这家宅不宁，鸡犬不宁的。所以呢，一定要为离世的他们举行一个结婚仪式，这就是所谓的阴婚。最后将他们埋在一起，成为夫妻，合骨并葬，免得这男女两家的坟地里出现孤坟。这师傅说呀，传说在过去就有一户人家的男子，年纪已到婚龄，但是未曾娶妻的情况下就因故离世了。死了以后呢，家中就不断出现各种的灾难和各种霉运，那仙姑神婆都认为是男子的鬼魂作怪，说要给离世的男子阴间讨个媳妇儿。于是呢，这男子的父母就找了个没出嫁而死、年龄相当的女孩。经过两家的商定，男方送了一些钱当做聘礼送给女方，而女方家则准备好酒席，而且还得选择一个好日子，派人把这女尸牵到男尸的墓中进行合葬。在送女尸的过程中啊，有道工在前边引路，送葬者不是哭啼，而是吹灯，这场面就像结婚似的，极为的隆重。但是啊，这一般的阴婚都是双方父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你像这种偷人家尸骨的，真是闻所未闻，丧心病狂啊！师傅摇着头说道：那就算我们知道他们是被配了阴婚了，但是人山人海的，咱上哪儿找去啊？这具尸体啊，前几天刚下葬，知道的人不会太多，除了逝者家属，也就是咱几个了。咱们几个不可能干出这事儿来，所以我怀疑这盗取尸骨的应该就是逝者的亲属。你们去打听一下，哪家突然有了额外的收入，又或者是花钱突然大手大脚，可能就是那盗尸体的人。陈木生几个人出了墓园，四处打听，没多久就真打听到一个人，叫张明义。这张明义啊，是逝者的亲叔叔，从小就不学好，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亲戚朋友都不待见他，他也是没工作，每天就靠哥哥的救济生活，一有钱了就拿去赌博去了。陈木生就打听到啊，
这平常抠抠缩缩的张明义出手突然大方起来，平日里都是去哥哥家蹭吃蹭喝，最近几天呢就经常去饭店里吃饭，而且赌博输的钱也比平时多了几倍。几个人就把这消息告诉警察，警察也传唤张明义。本以为他会死不承认啊，可是没想到警察一说偷尸体违法，他马上就承认自己偷了尸体。但是啊，他也不觉得自己犯了法，反而振振有词地说道：我这就是拿我亲侄女的尸体用用，犯什么法了？而且我这么做，那明明是圆了我哥哥的心愿呢。我哥哥之前就说过，希望嘉欣以后找个好老公，可是他死太早了，没能完成我哥的愿望。但是我却能帮他实现了呀。接下来啊，张明义就供述他偷尸体的过程。原来张嘉欣的尸体是真的被去配了阴婚了，但是那并不是为了帮他哥哥圆梦，而是为了钱，很多的钱。这张明义啊，沉迷赌博，他觉得呀，他能靠这个发家致富，但是他没钱呀。每次跟哥哥要钱，哥哥就是只给他吃饭的钱，他就都是攒上几次，这才能去赌场赌一把，这就让他备受煎熬。他就觉得呀，这是因为本钱太少，这才让他每次都输，他就想多弄一点，肯定能发财。这不有一次和赌场的人闲聊，有一个人就说呀，他在山东的一个亲戚老来得子，这都快50了，才有了第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这个人让他欣喜若狂啊，对孩子自然也是关怀备至，真的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碎了。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儿子18岁的时候就跟别人去河里游泳，被那水草缠住脚脖子淹死了。老人悲痛欲绝，本来准备好好安葬儿子，可是有人说呀，他儿子孤孤单单在地下，会不会埋怨他这父亲呢？也没给他找个伴儿就让他走了。山东那边啊，也有习俗这么认为，如果家族的祖坟中有孤坟，就是那种没有配偶合葬的坟地，就可能会出现亡魂作怪的现象，使得家宅不宁，甚至不利于后人的昌盛。这为了不让未婚早逝或者单身逝者的坟墓没有配偶，就需要配阴婚。老人也想给逝去的儿子配上一门阴婚，但是苦于寻找不到合适的，那不是年龄太大，就是相貌不好，他都不满意。毕竟啊，在他心目中自己儿子是最优秀的，这一般的女人根本就不配陪他长眠。所以呢，他愿意拿出毕生积蓄12000块钱，找一个合适的人跟他儿子配阴婚。这要求就是相貌端正，年龄20岁上下，最好是刚死没多久的，要是死了太久已经成骨头了，那价钱自然也是大打折扣。张明义听到这儿啊，就动了心思了。他侄女儿那时已经身患白血病，在医院苦苦挣扎了。他知道这侄女儿肯定扛不了多久，等侄女儿下葬了，他正好偷出来卖给这山东老人，这岂不两全其美啊？就这样，他瞒着哥哥，找了几个人，趁着墓园没人巡逻时，就做下来这桩贼喊捉贼的案件。最可笑的是啊，那天大闹墓园的亲属中，就属他叫唤的最厉害。殊不知他那时已经拿到那1万多元，心里正美着呢。警方通知他哥，他哥哥也是不敢相信啊，这平日里对他还算尊敬的弟弟，竟然干出这种勾当。冲到警察局里，这就大骂了弟弟一通，让弟弟找到买家归还女儿尸身。买家好找啊，但是钱已经被弟弟挥霍的差不多了，哥哥就只好又去凑钱，折腾了10几天，这才终于把女儿带回来。出于对墓园帮他找女儿的感激，
他就又把这女儿葬回到原处。张明义因为偷窃尸体被判处2年，哥哥也是因为对他失望透顶，以后就再没来往。自从发生这个偷尸案之后，陈木生他们从每天晚上1次巡逻增加到3次，再也没有发生丢尸体的事儿。又过了些年，那师傅的年龄越来越大了，60多岁的人了，身子也一直不好。陈木生就一直想让他退休回家休息，但是师傅不同意，还是坚持守墓。毕竟他无儿无女，终生也没有娶妻，这退休了能干嘛呢？还不如守着这墓园子，让他安心。2002年，大兴墓园的土葬方式画上句号，终于再也不能土葬了。这墓园旁边修建了一家火葬场，火葬已经成为国家明文规定的下葬方式。这样师傅无法接受，他的父亲和爷爷那都是土葬的，这轮到他了，下葬方式都不能自己做主了。他就经常跟陈木生念叨：哎呀，我怎么不早死几年呢？这多活了这几年有啥用啊？这回好了，死了成了一把灰了，这到地下了，可是怎么面对我爹娘啊？这陈木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希望他师傅能多活几年，自己也快退休了，可以好好的照顾师傅。2007年6月14日，这师傅早上起来就说胸口不舒服，陈木生赶紧把师傅送到医院。过了没多久，医生一脸遗憾地走出来：哦，您好，您是病人家属吧？老人年纪大了，心脏不太好，怕是坚持不了多久了。你快进去看看吧。这陈木生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他强忍着泪水走进病房，就看到师傅戴着氧气面罩，心电仪上几乎都快成一条直线了。师傅看他过来，冲着他伸了伸手，陈木生低下头，师傅在他耳边艰难地说道：快带我走，回墓园儿，我不能死在医院里，你让我再看一眼墓园儿吧。这就让陈木生犯了难。师傅已经这样了，离开医院这怕是1天都坚持不了。但是看着师傅那充满希冀的眼神，让陈木生也没法拒绝。于是他不顾医生阻拦，背着师傅就冲出医院，一路向着墓园跑去。这跑了10多分钟，墓园已经遥遥在望，可是背后的师傅突然没了动静儿。陈木生也没回头，他知道师傅已经走了。最终啊，这师傅还是被火化了。抱着他的骨灰盒，陈木生亲手把师傅安葬在家人的墓穴旁边。此后的每年祭拜不断，斗转星移，时代更替。现代的守墓人，那守护的早就不是黄白之物了，而是人们那些难以割舍、无法忘怀的人。为了逝者能够安息，生者能够安心。